一直抱怨有一个隐藏的比较有情绪勒索的一个目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应该要同情我，你一定要同情我，你如果不同情我，你就是混蛋。好，各位好，这是不看更焦虑的第11集，心理创伤的剧场1、2、3。一旦心理产生创伤绝对不是坐以待毙心里会产生内心的挣扎、内心的弥补，很多行为上的调整，都为了要应付对付那个心理创伤那我把这个过程呢编写成心理创伤的剧场。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首先之前呢，我跟各位已经分享过了从疗愈的会谈里面有提到这些事情。我们遇到一个坏事，就好像把球丢到这个墙壁上，它是会反弹的，它是不会消失的，所以不会说没事就没事的，所以坏事会继续作怪那坏事影响你有多大呢？你会不断的去反刍它。你有空没空的时候，只要有时间，你就会想起那个坏事，那个心理的创伤。那有时候想了一遍还不够，待会又想了第二遍，连续想了7、8遍，这叫做反刍一旦你有出现同样的事情，重复的想不停，这种反刍现象的时候，代表你焦虑了，代表这个创伤呢是没有办法善了的。那有些人呢，面对非常大的创伤他没有办法面对，所以他就希望去掩藏它，把它盖起来，然后假装是没事的。所以他对自己、对别人都会说：“我没事的，我 OK 的，他不会伤害我的，我够坚强的，我没有问题的。”那事实上呢，在骗别人也是在骗自己因为一旦有空他继续想这件事情那有些人会跟人家说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讲呢，反而是有好处的。他会去合理化这个过程，他会把坏人呢，甚至讲成好人。他这样子对付我，是为了帮助我长大。那好像呢，人家对你坏，是要让你长大的样子那有人出去外面撞到车，跌倒骨折，反而觉得说，我自从骨折以后，发生了很多好事，所以我喜欢骨折，我喜欢车祸。这都是合理化一个坏事的结果。那方医师说坏事就是坏事不要把坏事洗白那这些掩藏跟合理化只是要去让你不要面对坏事的一个心理的机制那一旦呢，你有一个生气一个怒气你还会迁怒到跟坏事一起发生的共犯。比如说呢，你有一次跟某个朋友吵架，那坐在旁边跟他无关的朋友你一起抱怨就是你带来吃饭的才会让我跟他吵架，甚至连那个餐厅那个地点甚至那个空气那个味道你一并讨厌一起都在避免这就是方医师所谓的共犯结构所以不仅是对坏事生气连坏事的周边呢一起在生气。那人呢遇到很多的坏事比如说去找工作，然后1次、2次、3次失败，那你就会说我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差，我是一个工作失败的人。那有时候呢去交女朋友，然后不断的被抛弃被分手，你就说我是一个没有女人缘的人。这些推论呢有部分是对的，但是逐渐变成信念了以后就影响你的一生比如说呢，你吃了某个东西会肚子痛，那你第2次吃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可能肚子痛那第3次吃呢就更容易肚子痛了3次吃这个东西肚子痛，你坚决的相信我吃这个东西我一定会肚子痛。这个相信呢，让你永远逃脱不了你是一个会吃这个东西肚子痛的人。那有人鼻塞，有人眼睛痒，有人荨麻疹，你就会相信我是一个免疫不正常的人，我是一个有鼻塞的人，我遇到冷空气我一定会打喷嚏的人。那这种迷信呢也会让你好不了。那这个心理剧场呢是一个内心的心理剧场
那有时候呢，你自己受不了，你会打电话，你会跟亲戚朋友，然后来抱怨。那我们也会收到朋友打电话来抱怨啊。那我们遇到长辈，一遇到我们吃个饭聊个天，就开始抱怨。那抱怨不是5分钟、10分钟呢，常常都1、2个小时呢。那为什么这些已经讲过的故事，他会一直不断的重复讲呢？那你有没有听出重点来？如果你真的听得出重点，你就可以帮助到他。第一个重点就是，他要证明呢，他是一个100%的受害者。这一点你不能跟他这个讨价还价，你不能举例说，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比你更惨，然后2个人去比说谁比较惨，那你们2个人就会讲不完，甚至你会伤害到他脆弱的心灵。他也会100%去证明说，他遇到的灾难呢是没有办法逃脱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当时的情境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处理，他没有办法应付，他没有办法对付，所以这些事情绝对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要跟他讲说，你当时可以求救啊，你当时可以找谁帮忙啊，你当时可以掉头就走啊，你当时可以这样子回答然后他都会跟你说不可能，他不会这么做，他也没办法这么做。那你也不要再去跟他讨论说，哇，你应该这样子做。所以如果你要很快的抓到他的重点，结束这种抱怨的对话，你就是要接受这2个重点。如果你能抓到重点呢，就可以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很上道的朋友。那他一直抱怨的目标是什么？他为什么要一直抱怨？他就是要激发你的同理心，英文叫做 empathy， 还有同情心 sympathy。 同理心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你站在他的立场上，仿如历历在目的，然后跟他站在同一个立场，所以他要你的同理心。他不要你去跟他解释说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那就是没有同理心，因为他站不起来那你明明用那些可以站起来的人来跟他比喻，他就是站不起来那他需要你的同情心，他受伤了，你要关心他，你要注意他，所以他要激发你的同情心跟同理心。那如果你有的话，那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朋友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值得交往的朋友。但是如果你都没有这2个心他会相反的认为你比加害者更讨厌，更混蛋，你是一个冷血的混蛋。一直抱怨的不良目标是什么？一直抱怨有一个隐藏的比较有情绪勒索的一个目的这个不良目标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受害者，因为我被欺负了，所以你应该要同情我，你一定要同情我，你如果不同情我，你就是混蛋。你要了解我，为什么我现在一蹶不振，我为什么之后呢生活工作都这么不如意，就是因为这个创伤。所以我为什么会一蹶不振，就是因为这件心理创伤造成的，你一定要了解。那对于未来你要降低我的责任要求，你不要期待我去做什么，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我已经被打败了。而我被打败是因为我被一个万恶的坏人发生一个万恶的事情，那搞成这个样子的。所以一直抱怨的不良目标有这3件事情。这3件事情一旦拿来当作工具他就会去情绪勒索别人，包括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因为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受害的一个创伤，所以你们要同情我，关注我，减少我的目标。而且如果我表现不佳的话，那都是有这个原因的。所以一个心理创伤有一些这个心理的机制一开始呢，他只是说要跟你分享，那希望你能够关注他，那甚至呢适当的减少他的责任。那后来发现说这样子的这个抱怨可以让他待在一个受害者舒适圈，那待得舒舒服服的，好像呢会被人家关心不错吧？减少一些这个责任的要求那方医师把它命名为受害者舒适圈那我不是在贬低或者是嘲笑受害者，我说过度的要求关注，过度的要求减少责任会让受害者走不出去。
他们会发现一个舒适圈啊，然后待在里面呢，然后永远呢或长期站不下来。那甚至有些人尝到甜头以后还会主动出击呢。那出现一个伪受害者的情绪勒索。那什么是伪受害者呢？比如说有一些老太太然后她都会说我头晕，我快要跌倒了。那事实上没有跌倒过一次哦。那只要呢，她觉得家里的人最近都没有来看她，也都没有打电话来关心，那她就会开始说我头晕。那她产生一个伪受害的情况呢，那这时候呢，如果去给医生看病那医生就会开一些头晕的药，那他就会说这些头晕药吃了以后更不舒服，有很多副作用。那事实上他是排斥吃那些药，因为他自己觉得没什么病嘛，吃那些药反而他会怕，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伪受害者的情绪勒索就是这样，他好不了除非你找到他的根在哪里然后去处理那个梗他才会好。所以心理创伤的剧场从一个自己内心的剧场，从反刍、延长、合理化、共犯到推论，这是一个内心的剧场，然后向外发展变成像家人朋友不断一直重复的抱怨，甚至利用这个心理创伤呢作为一蹶不振的理由或借口，甚至主动出击制造更大的不舒服，然后情绪勒索别人。好，那范医师在讲一个现象，我在这个心理疗愈的会谈里面也有提过有一些人受过创伤以后比如说在他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被取笑、被看不起，那这种耻辱这种不甘心一直在心上。那有人是不会一蹶不振的他反而振翅而飞含恨奋斗那我们都说恨比爱更有力量，所以用这个恨他可以一天工作20个小时的，然后他不仅自己认真努力，他也要控制每一件事情，包含他的员工、家人、老公都要陪他一起奋斗。那直到有一天他终于这个成功了成为一个强人了，然后把这个礼物送给这些当时笑他、看他不起的人，然后得到一种报仇的、复仇的一种快乐那发现是说这种快乐、这种成功不甜因为他一旦报仇成功之后，他就有一种空虚感，这种空虚感呢，让他不晓得人生还要奋斗什么。那整个人生的历史好像就是被打击，然后再打击回去，所以才说含恨奋斗，成功不甜。那人还是要为自己去努力为了要报复别人的努力又辛苦又不甜。总之心理创伤呢有3个剧场。第一个呢，在内心里面要对这个坏事反复的反刍然后对别人都说没事没事，掩藏着它，或者说好事好事，合理化它。然后呢，对他这个坏事周边的事情呢，他会去迁怒什么事情都讨厌但是他也不说。然后他会推论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人。那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创伤呢，影响到他一辈子的行为那他可能会因为这样，然后他就真的一蹶不振然后每天呢，为了要解释他现在怎么这么一蹶不振呢，然后他就会去强调、去分享、去加重他这个人生被创伤的经验，所以才会一直听到那种一直抱怨。那同样悲惨的故事呢，已经讲了几十次、几百次了，而且越讲越悲惨，细节越来越明确。然后他的目的就只有证明一个：我被创伤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振作。那甚至呢，还会利用这种创伤，希望别人呢更关注他，然后更让他没有责任。那这是一种被动的行为。那另外一种是主动的行为，因为我要证明我没有那么差，所以我要含恨奋斗。那有一天终于成功了，那种成功也不甜，然后他有极强的控制欲，他一定要成功，没有办法不成功，那又特别的努力。那努力成功呢，
又觉得特别的空虚。所以心理创伤如果没有办法好好面对这些问题啊，你可能会玩一辈子啊，然后真的是徒劳无功啊，然后又很痛苦啊。所以呢，今天方医师在这一集呢，先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啊，我们看清楚一个坏事啊产生的所有的效应，把这个坏事的风景啊，这个剧场的风景呢，这3个区块啊，都看得一清二楚以后，然后比较能够解决问题啊。那至于如何解决问题呢？有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我们下一集再跟各位分享。谢谢各位。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